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今天呢，我们来通过一下你跟纯白守护灵之间的连结，看一下、听一下你的纯白守护灵当下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想要给你。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会针对于关于你的过去对当下的影响，你的当下对未来的发展，以及宇宙当下呢要给你的这个建议。而我们今天的建议呢，也会分为关于你的过去经历、你的当下体会和未来的一个发展，我们做出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建议啊，以及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像一个小小的规划一样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轴线，过去、当下、未来的这个路径啊，来通过纯白守护灵告诉你你的经历，你当前的发生对你整个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和作用。那么希望今天所有听到这一期占卜的朋友呢，都能够找到一些，比方说原因，找到一些所谓的疗愈，或者是找到你需要的一些灵感。祝福所有今天听到这一期占卜的朋友呢，都能够去获得你心中想要的这一个真实还有答案。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今天的选牌。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啊，我们是3个不同的塔罗牌组。那么我们从左往右呢，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我们今天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那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择的宝石是天使石，Angel Light 天使石，这个有一点小小爱心 OK 天使石。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把这个宝石放下面。然后呢，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呢，是你面前的白玛瑙，蕾丝玛瑙白色的玛瑙。OK， 我们也是同样的放在这个下面。然后呢，第3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粉水晶原石。好，那我们也是放下面。那为了方便你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那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纯白守护灵还有宇宙的高频能量。我们一起来问纯白守护灵和宇宙，请你告诉我，过去、当下、未来，纯白守护灵还有宇宙，你对我的指引，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以及你有什么样子的具体建议想要给到当下的我呢？希望呢，纯白守护灵给我们指引，给我们指点迷津，给我们方向，让每一个朋友呢都能够和自己的纯白守护灵更好的连接，让我们在这个3D 的世界里能够更加快乐、清醒、明白、快乐的生活每一天。感恩纯白守护灵，也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宝石在当下跟自己是最有感应、最有连结的。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如果在选牌的时候，你觉得有一副牌组，然后呢对应的是另外一颗宝石同时呢都非常的吸引你，那么我会建议你呢2副牌的能量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你的能量和信息确实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的内容来听，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或者是有连结的信息。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关于你的过去、当下、
未来和建议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哦。你们呢选的是天使石，那是这个蓝色的。那么天使石的能量呢，想要告诉你啊，支持在你的周围，支持在你的左右。这个宝石天使石呢，就是非常好的去帮助你连接你的守护天使，连接大天使，或者是你想去连接的一个高频能量啊。它之所以呢叫天使石，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传递的一个宝石。那么无论你是在做疗愈，还是说想要去听一下当前呢天使给你的指引跟建议的时候，那么这颗宝石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能量的传导啊。所以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天使石送给你们，我们把它放在这一边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来听一下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你的过去啊，今天我们会针对于过去、当下、未来，我们来看到你的纯白守护灵究竟有什么样子的话想对你说。我们来一起洗牌。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纯白守护灵请你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选择到天使石的朋友，你有什么话想对你说 OK。 第一哇 OK 哇，好，那我这边啊，过去的能量我抽到2张牌，那第一张牌呢是宝剑七，第二张牌呢是节制。这张牌啊，第一次抽牌，我们看到过去的能量里啊，那宇宙很想对第一副牌的朋友对你们说啊，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啊，其实在你的过去呢，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过得有点辛苦，但是呢，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讲，你所经历的一切都让你成为了今天更好的一个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能量，心里有一点委屈，或者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不公平，或者是不想选择这样子的人生经历。但是呢，你的纯白守护灵告诉你，之所以你可能会在过去的时候啊，比方说经历过背叛，或者是说你看到过背叛的这种所谓的人，又或者是说自己经历过所谓的被他人所伤害，那么宇宙在告诉你啊，是你已经走过来了。因为 Temperance 这张牌是说你已经走过来了，你已经经历过了，你能够去，有一句话讲的是，你能够有往下有多低，决定着你能够往上有多高。我觉得这个能量呢，其实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对应吧。这里的能量就是在告诉我，正是因为你过去可能低谷过，你过去可能被伤害过，或者是你过去曾经看到过不好的，甚至是很不好的啊，比方说一些假象啊，你过去曾经相信过某人，结果最后反而是这个你最相信的人啊伤害了你，或者是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你，你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呢 Temperance 宇宙在讲啊，你在这样子的难关里，或者是难度里，高强度的这个环境里，你都能够让自己好起来，或者是让自己重新站起来，或者是重新找到自己的一种平衡点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的能量呢，其实对于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这是你人生的一个很厉害的你的一个内核稳定的基础，就是你内心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份强大，你内心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份稳定还有稳重，以及你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是不断的学习成长，以及学会怎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怎样跟不同的人去展露你的一面也好，对吧？我们所谓的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了。宇宙在讲，你看啊，我们这个女士的这个头，就是头顶闪闪发光，而且在这个能量里呢，我也看到，可能在过去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曾经非常的坚强过，就比方讲如果你们这边是男生朋友的话，那么你们可能就本来就很刚强了啊。那么是女生朋友的话呢，我看到可能一度你生活里的经历让你不得不强悍起来。我们在讲女汉子，但是呢，宇宙在讲，其实你的内心永远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很高雅，然后很谦逊又很柔美的一个灵魂男生朋友也是这样，你的灵魂是非常柔美的。 Temperance 它所指的能量是能够去为他人着想，
愿意去有同情心，也愿意去跟别人一起，我觉得是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美好，而不是自己一味的去我想怎样，也不是自己一味的去受别人的这个摆布。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出现在你的过去式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他在告诉我，你的经历是你的财富，你的经历呢，它是你的智慧的化身，你过去的经历一切的种种已经被你转换和幻化出了当前你的灵性、你的智慧，或者是你的一个本领这个是我看到关于过去吧，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的话。然后呢，我们现在来抽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是还是关于过去，我们来看一张牌。好，对，我们这里针对于过去的能量呢，你的纯白守护灵在告诉你，过去的你是战士是非常勇敢的一个战士这张牌呢，再一次的其实肯定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个人其实谁不想过得简单轻松，谁不想过得优雅呢？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得不让我们强悍起来，对吧？正是因为我们遇到的阻碍、挫折、难度，不得不让我们坚强起来，不得不让我们长出一个强大的棱角。但是呢，这个棱角它长出来了，其实呢是我们的本领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过去的经历是你的本领之所在，是你当下的特长之所在，也是幻化出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强大的自我保护的机制。有些人呢，他如果什么都没有经历的话，其实他也没有能力所谓的去保护自己，或者是也没有能力在这个我觉得是挫折当中可以让自己坚强。但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不同，在这个能量当中，其实我看到有2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第一个，你们过去经历的东西，你们已经经历完了，你们已经让自己成为了战神，你们就是这个勇敢的战士你们是有能力，你们已经长出了这个棱角，而且这个棱角很尖、很硬、很强大，没有谁我们在讲，没有谁再敢轻易的欺负你，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本领已经让人不敢轻易的去跨越你的这条底线，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蜕变。第2个呢，就是我看到这边你过去经历的这个东西，它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为你加持了一个保护罩，或者是给你加持了一种非凡的能力，是别人没有的东西。OK， 这个 warrior， 而这个能力我看到是有些人呢，在这个所谓的苦难当中，可能会让自己一蹶不振或者是让自己痛苦难熬但是你们却不是。你的纯白守护灵在告诉你，其实你已经战胜了你的过去，你已经在过去的这个修为当中，或者是经历当中成就了自己今生的我们所谓的这条道路让自己，你看这个头顶这个钻石，我觉得是已经开悟了已经开悟了。所以你的能量从宝剑七，我们到这边看到是一个 temperance， 就是没有忘掉自己的初心，尽管遇到了这些人、这些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但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你还在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成长，努力的让自己可以优雅的去面对这个我们所有的世界这个是战神。所以是给我的感觉，这个战神其实很温柔内心很温柔，但是呢能力却很强大不能让别人轻易的侵犯。第一副牌的朋友好厉害这个是你们的，我们看到纯白守护灵针对你的过去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些能量信息。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当下。好，请纯白守护灵告诉我们，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针对于你的当下，纯白守护灵有什么话想对你讲呢？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我们抽到是这个恶魔。这张牌呢，其实我觉得针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当下，我看到了诱惑，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挑战我看到不一样的挑战。过去呢，你所看到的，你所经历的，可能是非常我们所谓的有点像是直接的那种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一些可能社会当中的，比方说家庭的，或者是你遇到的一些人他们可能跟你之间有一些我觉得是很直接的一些冲突吧。但是呢，你也在这个冲突当中成长，在这个冲突当中呢变得坚强
而且学会了怎样跟一些可能不是很好相处的人去接触，并且你调和的非常的好。OK， 坚强，但是呢柔软的心而当下呢，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讲的是，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呢在另外一个阶段里去成长，或者是在另外一个挑战当中，这个挑战更加的被包裹起来这个 devil 给我的感觉是，也许你遇到了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像这个能量吧，就是典型的你不喜欢，你知道自己不喜欢，你知道自己想把他们给剔除掉，你知道你想让他们离开自己，或者是改变你的环境。而 devil 这张牌呢，是你喜欢，你想要你身边和周围有一个诱惑在这个地方，你难以自拔，或者是你不想放手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纯白守护灵针对于你的当下有什么话想对你讲？好，我们也看一下 Maiden 和这个 Temple。OK， 如果说你的过去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说过去呢，你是在拿到一个技能，学会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话，那么当下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当下你的能量呢是学会怎样去争取自己心中之所爱，怎样去学会爱自己，怎样去保护自己，怎样去让自己，我觉得是勇敢的追寻自己心中的欲望。这个 devil 的能量呢，其实跟我们的欲望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的欲望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对吧？那喜欢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能量。但是呢，当我们对喜欢的东西执着、着迷的时候，这种健康就会变得失衡，就会变得像 devil 这个样子，难以自拔，难以自控。当前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了 Maiden， 我们看到了 Temple， 这两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到很强的能量，是有关于你们心中之所爱已经出现了。而这个心中之所爱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你很想抓住它，你很想跟这个最美好的东西去相遇，去连接，或者是让它成为你的所有之物，对吧？可是呢，当前我们看到这个 devil 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既能够让你快乐，又能够让你痛苦的东西是一个既让你快乐又让你痛苦的东西。那你的纯白守护灵呢，想对你讲，你需要在另外的一个方面去完成自己的修炼。当我们遇到的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可以拿出宝剑去与之对抗。当我们遇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宝剑了。我们有一颗真心，我们有一颗美好，我们还有内心的圣殿。怎样让自己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不迷失自己，不被对方的美好而降低自己的价值？如何在喜欢的东西面前继续保持真我？这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当前我看到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的话。所以这一个人生的旅程里面，跟你的过去的人生旅程所经历的东西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朋友呢，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已经成就了自己的能力，已经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世界当中自保，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价值，怎么样去创造自己需要的稳定、安稳、后方。但是当前不同，当前是怎样去勇敢追逐自己的欲望，怎么样去面对心中的这个欲望，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心中的喜欢。而当前的这个人生经历呢，更加多的是一种灵性的开悟。面对自己心中的欲望，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怎么样去保持一种健康平衡的状态，不迷失自己，不沉沦于喜欢不沉沦，不被恶魔带上这个无形的枷锁，但是仍旧可以去追逐自己心中的喜欢。是当前的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你的当下的能量那么如果我们说的稍微具体一点的话，我会觉得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 devil 的能量可能针对的是一个你喜欢的人，因为我这边看到了 maiden 然后第二个呢是你超级喜欢的一个可能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梦想，这个东西已经出现了。 temple 的能量是圣殿，是我们的这个寺庙，对吧？你找到了你的归属，你找到了你人生当中你最想去做成的这个方向。
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是遇到了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人，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遇到自己很喜欢的工作，或者是很喜欢的一个领域，或者是很喜欢的一个环境，你很想进入，你很想抓住，你很想在这个地方证明自己，你很想在这个地方被他们所肯定。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啊，其实无论是什么东西，我们外界所看到、所经历的东西，我们去把握得度的时候，都是好的。当我们去失衡的时候，过于的想要，或者是过于的冷漠的时候，它都是失衡的。所以当前呢，最重要的一个能量啊，在当前这个地方，我会觉得你的纯白守护灵看到了你当前的有一点沉迷啊，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有一点沉迷，可能有一点被别人牵住了你的思想，可能你当前的精神有一点被别人所限制住了，它限制住了你的思考，它不让你去按照你自由的方式去思考，是因为你可能太想要了，是因为你太喜欢了。而当前呢，你的纯白守护灵看到了你的身边跟周围有这种不是很健康，有这种让你着迷的能量在你的身边跟左右。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把第三个能量抽出来，就是你的未来。我们来看一下纯白守护灵想说什么啊 ？OK， 我们把这个牌呢，稍微的整理一下。我们把这个牌，放在这边，我看一下啊。这个。好，第三个能量呢是有关于你的未来。那么这边呢，我们看到的牌呢是权杖7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是在讲，针对于你的未来，纯白守护灵呢想告诉你的是，你需要去有一个对抗，你还需要去放下这个对抗。什么意思呢？这个未来是针对于很多朋友你的当下啊，我觉得是关于这个恶魔的能量，你需要勇敢的去面对它，你需要勇敢的去挑战它有一点像是面对自己心中的这一个 devil， 心中的这个恶魔，或者是心中的这个欲望，我们要能够勇敢的面对它。就是我们想要一个东西，我们不能逃避，而是我们要勇敢的追寻。但是这个追寻的方式呢，又不能让自己沉沦或者是沦陷。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它，去吸引它，但不是控制它，或者是一定要得到它。这个呢是我看到权杖7的一个能量。第二个能量呢，在权杖7这里我也看到，在未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心墙会慢慢的放下，因为这个 devil 的能量它给人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有很多枷锁的感觉，而权杖7这里的能量呢，正好是枷锁或者是一种针对一种挑衅的东西呢，它慢慢得到了释放，慢慢的不再那样子的去纠结，或者是不再那么的去被这个东西所束缚住了自己的双手，或者是束缚住了我们的想法。我们能够看淡一些东西，我们能够看破一些东西，并且能够放下一些东西。这个呢，就是权杖7逆位我看到的一种针对于你的未来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的信息。同样呢，我们来抽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纯白守护灵对于你的未来The Judge。这是一个判官的能量针对你的未来呢，纯白守护灵在告诉你，你的未来是成为一个非常明事理、非常会做决定、非常有头脑，是一个终极的审判者。所以呢，你看第一组牌的朋友，从这个能量分析里，你就可以看到，你当前所经历的这一个诱惑，你当前所看到的这一个诱惑，它的到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去成就你，让你的未来能够成为一个终极的审判者。你能够看到悲悯，你能够看到诱惑是什么，你能够看懂人性是什么。所以你现在的经历其实呢，是为了成就你未来的这一个终极的审判者 The Judge。 这个能量呢，我会觉得很多朋友在未来你会在这个生活里变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晰。你知道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是真的好，什么东西呢可能是假象，
什么东西呢可能是诱惑，什么东西呢是你可以就是说拿的东西。有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喜欢，但是我们未必要得到。有些东西呢我们是可以得到的，而且我们也喜欢它，但是如何得到这个东西呢，这个过程这个方法是需要我们去合理的或者是清晰的，然后呢是有智慧的去做到做成。所以Judge这张牌呢，第一个我觉得在未来第一副牌的朋友，首先你会自救，首先你会帮助自己，你会成就自己，而且这边我看到很明显的一种开悟的感觉你的精神力，你的这种判断能力会更上一层楼。而且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担心当前你生活里的这个恶魔的能量，因为在未来你是一定能够克服挑战，并且是成功的战胜心中的这个恶魔，并且我觉得是可以拿到你真正你看这个手，我觉得是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那么第二个能量呢，这个 Judge 我也觉得有很多的朋友这个也许是你的我们所谓的天赋之路也好，或者是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也好这个 Judge 我也会觉得它不仅仅是帮自己，我也觉得很多朋友第一组牌的你可能会用你的这个审判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说成就你的一个事业也好，或者是说你去完成你心中想要去做成的某件事情也好帮助某个族群的人们也好，这个 Judge你是当前亲身经历亲身的去体会，所以你在未来是有经验的人，你是能够去用你的过去的经验你的经历去做出最理智的判断，并且是能够感同身受，做一个很好的判官的 Judge。 这个也有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事业发展方向有关联虽然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地方可能是你现在所面对的诱惑，但是这个未来也许你会往审判去评判去这个审理对吧？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一个律师法官这个是判官，或者是说成为一个评论者，成为一个思想的一个导向者，或者是通过你的语言，通过你的这个评论，让别人看到他们所看不到的，你看这个眼睛是藏起来的，看不到的一些方向或者是真相，来帮助人们去清醒，来帮助他们去做出他们的正确的判断。这个也有可能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的。好，来，那么看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建议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我们首先看一下过去的能量好，针对于你的过去，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针对于你的过去，宇宙说spaceship 这个就是那个宇宙飞船吧，不要害怕去唱歌。这个能量呢就是在讲，首先吧，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过去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属于那种真的是经历过挑战，经历过那种背叛，或者是经历过那种很残忍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成就了你，对吧？而且你还可以中和这个能量，非常强大了。宇宙在讲，针对于你的过去你把过去的东西呢变成你的智慧，变成你的宝贵人生经历，你不要把它当做一种耻辱，你也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好像我的过去好像很悲惨怎样。我觉得宇宙还有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其实你的过去也让你结识了很多真正的好朋友，也让你看懂了谁是假的，谁是真的。所以我觉得纯白守护灵希望你能够去勇敢的把你的过去的能量去分享，或者是说不要把它当做一种不好的过去，而是把它当做一种你值得骄傲的过去，来勇敢的面对他们，勇敢的接受这些事情。伤害你的人或者是所谓的不好的能量，在我们的地球上它可能一直都会存在。我们的地球是两极能量，既有好又有不好的。那么不好的东西你把它当做一种常态，你不再去被他们所影响，而是你勇敢的去迎接，用你的审判之力去把好的东西拿出来，甄别出来，和他们去做连结，一起去看向你们的友谊的长久发展，
一起去看向你人生经历的过去当中所遇见的美好，让他们去不断的放大你的勇敢战神的能量，你的勇敢，你的守护之力，能够让你守护住自己的心，也能让你守护住你想爱的人啊。这个是第一个关于你的过去，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讲，不要害怕，去勇敢的唱出你的过去，接纳你的过去，为你的过去感到骄傲吧。好，现在呢，我们看的是有关于你的当下啊，我们把这个放这里。针对于你的当下呢，宇宙给你的建议啊，还有纯白守护灵给你的建议，这个是一个逃避者，然后是一个树，因为呢，我们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当下的能量里，你生活当中呢有恶魔啊，恶魔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业力。那么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其实如果说你在跟这个 devil 去相遇了，你跟你的业力去遇见了，有一种方法去挣脱恶魔的枷锁的这个方式啊，其实就是逃避，不是真的逃避啊，就是说他可能是希望你能够进入他的圈套，或者是恶魔希望你进一步的去被这个诱惑所吸引，而你要做的呢是看到他不起心动念，看到他不被他影响，看到他仍旧选择自己。所以32号牌讲的是什么？我们要逃离，我们不能够跟恶魔的能量去针锋相对，也不要跟他去纠缠，我们要做的只是看破，放下，离开。那么宇宙在讲啊，与其说你跟这个能量去纠结，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件事情，与其跟这个东西去纠结，不如让自己回到自己的圣殿，做美丽的自己。这个 Maiden 的能量其实很美好，是那个如花似锦的女生，这个能量啊，这个能量的女生呢很爱美，也非常的知道美丽是什么。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圣殿，这个庙宇啊，所以我会觉得当前宇宙给你的建议呢是回归自我。如果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能量，它让你很累，它让你心累，它让你很耗，无论这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情，那么宇宙给你的当下建议就是抽离。而且我们看到这棵树啊，已经燃烧了，已经烧起来了，那么这个东西它已经可能当前不可能让你依靠，也不可能给你提供安全，也不可能让你去抓住它，那么就让它烧完，就让它走啊，就让它走。恶魔的能量不是纠缠，而是让它走。我们要去松绑自己的方法就是给它松绑，我们要给恶魔的这个能量松绑。我们不是要让自己去抓它，也不是让自己跟恶魔连接在一起，更不是拥有这个东西，而是我们要松弛，我们要离开，我们要放手，让恶魔的能量他想到哪里去我们不管，而我们知道我们要回来了。所以你看啊，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的是回归自我，回到你最舒服的地方，回到你的家里啊，做你之前没有遇到恶魔之前你最喜欢的事情，去跟你遇到恶魔之前你最喜欢的人去连接，让恶魔离开，不要再被他的那个糖衣炮弹，不要再被他的这个画的那个空空的大饼，更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蛊惑，让他走。它就是一棵已经在燃烧的树，这个树一旦燃烧起来，它不可能再给你提供枝繁叶茂，也不可能再给予你营养，这个树已死。所以呢，当前宇宙给你现在啊，当下你所经历的这个东西的建议是逃离自己啊，你看逃回自己的家，回归自我，让他们走，让他走。好，那么我们的最后一个建议，关于你的未来，我们的未来的能量是权杖七的逆位和这个审判者啊，这个 judge 这个审判者的能量，宇宙给你的最后的一个建议，关于你的未来，感恩宇宙。针对于你的未来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未来其实是可以战胜恶魔的，而你的未来呢，可能会放下心墙，不再跟这个人挣扎，不再跟这个人纠缠，或者是不再跟这个事情纠缠，你会开悟，你会成为一个终极的审判者，你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么宇宙给你的未来的建议是，让自己放松，让自己休息，
让自己呢不要被这个能量 unplug 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东西 plug in， 就是把那个充电线啊，就是那个3个那个充电，我们把它放在墙里，就一直充电，一直充电，就很累啊。我们一直在跟它纠结，我们一直在跟它抗争，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做什么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就会很辛苦。那宇宙在讲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要去让自己休息啊，把那个断电啊，就是这个断电，对 unplug 断电，我们不再跟它纠结，我们不再跟它连接，电流一接通就是连接，那么断电就是断开这个连接。我们要给自己施一个放松的魔咒。未来宇宙给你的建议，针对你的未来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于当下怎样去迎接这个美好的未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的你真的很厉害，很优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得清楚谁好谁坏，看得清楚是非黑白，看得清楚自己的世界里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知道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你就接，什么东西不属于你你就放手，也知道怎么样向宇宙下订单，也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而对于未来，宇宙给你的建议是断电，不跟恶魔去连接，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间，还是我们当前看到的，对吧？回归自己，给自己泡一杯茶啊，给自己整理一下你的小空间，给自己的肉浇点水用水晶的能量去给自己提升能量，让自己休息，或者是做一下瑜伽，做一下冥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你看我们的 Maiden 女士，让自己美丽，让自己变得美好相信自己的美好，不因为别人对你的说辞而判断自己，而是只对自己有判断，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的美丽这个就是我们在讲活的人间清醒不被别人所干扰，我们自己判断我们是判断自己的人，没有谁能给我们判断，我们只为自己判断，只为自己负责任。这个呢就是当前我看到纯白守护灵针对于你的未来这条自我审判，或者是说做自己人生决定唯一的决定者，这样子的一条路，宇宙给你的一个未来指引，轻轻松松做自己，开开心心的放松的关心自己，爱自己，并且呢是自己说了算这个是自己说了算The Judge。 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所连接到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的话，针对于你的过去、当下、未来，以及给你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建议。希望所有的朋友呢成为了自己的勇士，那么希望你可以继续勇敢，继续坚持的去成为自己人生的一个审判官，来帮助自己，并且呢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去帮助别人，让我们在人间清醒、快乐、轻松的过好每一天。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白玛瑙。那白玛瑙这个宝石，它的能量呢是帮你带回平衡的状态。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外界也会有于我们自己可能情绪的波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失衡，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想太多好像很空很飘，有的时候呢可能又太过于的去看向眼前，那无论是太高还是太低，我们可能都没有在最佳的状态。而白色玛瑙呢是把我们无论在太高或者是太低的一个能量点都带到一个中和，我们要在一个中和的能量频率之中呢去过好每一天，活在当下所以说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白玛瑙送给你们回到平衡状态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主题呢是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我们今天呢会针对于过去、当下、未来以及3个不同时空能量的一个节点来为大家抽到我们的一个建议牌卡，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占卜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时空的节点里纯白守护灵有什么样子的话想对你说。我们首先呢来一起洗一个牌然后呢我们就通过3个不同的时间这个分割线我们来给大家抽牌。OK， 那我们首先呢要来抽的牌呢是纯白守护灵对于你的过去有什么样子的话语想对你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是什么。感恩宇宙。
选择带白玛瑙的朋友，纯白守护灵针对于你的过去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好，我们这里是这张牌和这张牌。针对于大家的过去，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讲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吊人牌和权杖女士 ，OK， Lady of Wands， 然后我们这两张牌是一个逆位的。感觉到啊，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过去的能量啊，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讲的是，不要再耿耿于怀你的过去所经历啊，不要再因为过去的得失、过去的可能的失败，或者是过去可能的一个不如意啊，而阻碍了你未来的一个前程和美好。因为这里的能量啊，有2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纯白守护灵呢，想对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其实你们过去的能量，从当下的这个牌卡来看的话，对于你们的当下跟未来，它的这种影响力其实还挺大的。第1张牌呢是吊人牌的逆位，这张牌在告诉我，时空对于你来讲仿佛有一点屏蔽和阻塞，你们仿佛被过去的能量有一点所限制。但是呢，因为吊人现在是一个逆位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这种限制和结界的屏障感已经在慢慢的解锁，已经在为你慢慢的去破除。所以当前呢，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从纯白守护灵的角度来看，你们的过去啊是冲破你们的过去，又或者可以讲是冲破你的业力。当你冲破过去的能量，冲破你的业力的阻碍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蜕变。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Lady of Wands 啊，就是权杖女士嘛。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过去的这个能量里面啊，从纯白守护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仿佛过去的你啊，经历了很多的修炼，经历了很多的臣服，又或者是说你们在过去的这个能量当中，其实一直都很想让自己，我觉得是能够稳住，然后呢，能够去有一点像接收天地的灵气啊，去找到你所经历的一切，它的意义何在 ？OK， 那么纯白守护灵呢，很看到啊，就是说看见了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种像是被时空所拖住的你。那么纯白守护灵呢，针对于你的过去啊，也看到了你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当下和未来。我觉得很多朋友来到第2组啊，你们其实是一群非常有潜力的人。你们的潜力的能量在于过去的能量可能有一点拖住你，或者是限制了你。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拖住和限制，就好比你是一只大鸟，那么在你展翅高飞之前呢，可能会有一块石头把你给拖住。你的重力比别人大，你的阻力比别人大，或者是用的时间比别人久。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像是飞得比别人慢，或者是展示的时间需要的更长，就是扑通的时间更长。但是呢，你们知道吗？你们的潜力比别人大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这边能量非常明显，你们的潜力比别人大，你们会冲的时间比别人长，有一点像是那个大器晚成的感觉。你们的人生的前半段会比别人走的辛苦。但是呢，我很明显的看到这里的权杖女士，她在告诉我，你们其实真正的潜力就是通过你们摆脱过去，我觉得是挣脱这块大石头，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展翅高飞。你们拥有比别人更宽广的翅膀，你们拥有比别人更加稳定的一个内核。这个呢是宇宙给你的一个有点像是业力的枷锁的同时，它也是你能量补充的一个，就像是一个那个充电器一样你充电的时间比别人久很多，所以呢，你的这个成就的速度、成就的时间就会比别人晚。OK， 好，我们来看一张这个神谕卡。我们来抽一张这个牌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问一下纯白守护灵关于你的过去我们来看一下纯白守护灵给出的能量是什么。对 ，Underworld 这张牌是有一点像是地下皇权的感觉所以说我刚才所看到就是你的过去第2副牌的朋友，你的过去的能量其实对于你来讲是有一点像是被埋没，有一点像是有一点黑暗，有一点像是有一点挣扎，有一点像是在这个有一点暗无天日的地方就是涌动了很久，然后呢不能够让自己挣脱。但是呢，
纯白守护灵告诉你啊，因为你曾经走入过地下，因为你曾经面对过黑暗，因为你曾经是从黑暗当中爬起来的一个灵魂，所以时间对于你来讲啊，你的过去是时间的凝固，但是呢，一旦时间就像那个大家想一想啊，就是那个时间一到，就是那个童话故事啊，时间一到，宇宙将为你变换出美丽的马车，宇宙将为你变换出神奇的我觉得是一个白马王子或者是白雪公主，它就是一个时间把你给拖住了时间把你拖住了。所以第二个牌的朋友，我觉得学会忍耐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能量里还有这个业力的枷锁当中，学会忍耐。一旦你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你将看到你人生巨大的蜕变，你将看到你人生巨大的突破这个是第二个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纯白守护灵在他的角度里有关于你的过去想对你说的一些话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当下。请纯白守护灵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二个牌的朋友有关于你的当下。好，关于你的当下，我们看到是 Sophia。这张牌的能量呢，就是在告诉我，很多朋友来自于你的当下，我觉得你们已经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重塑自我重塑自我。在过去的能量当中，你们可能被时间所捆绑，被业力所缠绕，但是呢，当下的能量，我感觉到很多朋友要么呢就是你们已经因为过去的这个吊人它已经是逆位了，说明这个能量它的这个时空已经是松动的，所以很多朋友在当下，我觉得是已经看到了，或者是已经冲破了这个最难的时光，就是拖住你的这个业力的捆绑。当下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挣脱，已经蜕变。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能量当中告诉我，你们已经能够去平衡好这个所谓的黑暗力量在你身边对你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到阻力的时候，或者是看到这种挣扎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去把它给挣脱改变，有的东西是不能挣脱的，有些东西也是不可能一时半会儿改变得了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与它共存。OK， 与它共存，就像我们在讲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所以我们要与他们共存。而这个与他们共存的能力，我觉得也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么长时间以来所锤炼的精华。我们看到你们选的这个能量宝石白色的玛瑙，回到平衡。很多东西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改变，就如同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可能它是没有办法逆行的，对不对？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去接纳它，我们可以去从这个地方出发，把它当做一个起始点，而突破它们，改变当下和未来的自己。所以我看到在纯白守护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的当下能量是很美丽的，你拥有力量，你拥有自己站起来的勇气，你拥有了我觉得是我看到了，其实这张牌很像一个魔法师，但是这个魔法师他的变换的能量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塔罗牌是不一样的。这个魔术师可能更多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心，看到了自己灵魂的那个闪亮，因为这个能量，你看这个蛇在他的身上缠绕，代表着他已经唤醒了，而手中捧的这个圣杯，它里有一滴水，幻化出了我们看到美丽的这个水汽，对不对？然后这个水汽呢，你看还有火焰在这个地方跟它一起共存。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当下的你其实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充满着力量，而这个力量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坚强别人不可以侵犯你，你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自己。然后这个水呢，代表着这个金鱼吧，我觉得也代表着一种好运的象征，代表着灵性的觉醒，代表着你的灵魂和自我的身体它有一个合一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在纯白守护灵的角度来看，第二副牌的朋友，当下的你其实非常的美丽，你拥有着过去，你拥抱着你自己的过去，你可以平衡你生命当中的黑白的力量，同时你还能够非常真实的去看到你自己的本我和本心为你所唤醒出来的这一份纯净和美好。你心中的火焰在燃烧，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哪怕这个世界再黑暗，哪怕过去的经历再让你难以的我们所谓的呼吸也好，但是你过来了，你走过来了，你已经成功了，你已经突破了。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当下啊，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这个能量是什么呢？是宝剑，对呀，宝剑啊，这个牌宝剑在告诉我，其实在当下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拥有非凡的能力，你们有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你们拥有了自己的一个绝对的技能，这个技能可以保护好你，也可以去斩杀一些不好的黑暗。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过去是在这个地下黄泉，有一点就是挑战比较的大呀，恶人比较的多啊，难度比较的宽广啊，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摸爬滚打上来的啊，所以你们拥有的这个宝剑，我觉得是非常，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需要有这个宝剑去斩杀不好的力量，你们有必要有这把宝剑去保护自己的光亮，黑暗和光明用你们的能力去隔开。你们有一点像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看到你们的能量有一点像是这个世界的屏障。你们所显化的力量有点像屏障，这个屏障就是一个界限感。你们充当着光明的守护者，你们也充当着对于黄泉和黑暗力量的一个，我觉得是 guardian angel， 就是你们在守护着黑暗，同时呢，你们也在保护着光明，对吧？你们充当了这个屏障和结界，你们相信人间的美好，但是你们又是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的，所以你们也知道黑暗当中也有一些可能需要去扶持的，或者是更改的，也有一些黑暗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而你们充当的就是这个屏障，不让黑暗的力量来干扰美好的东西。所以你们是屏障，你们是结界，你们自己就是守护天使，你们守护着一方净土，你们守护着一片的能量有你们存在的地方，我觉得你周围很多的人都会不经意的就是被你影响，你们将带领他们更多的去看向善，看向美，看向光明，而把黑暗的力量更多的是压制，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平衡掉。你们是屏障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非常强烈的这个能量。再来呢，对于你的当下宇宙在讲，其实你有一个非凡的能力。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力量，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实力，或者是找到自己人生，我觉得是真正能够为自己开辟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一个宝剑将助你成功，助你成长。这个宝剑是你的力量，是你的话语权，是你的决策力。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你，我觉得是一定要去发挥的，或者是你一定要去守住的东西。只要你心中的火焰不灭，这把宝剑将为你长存。这个宝剑，你的实力将充当着，有点像是王权的守护者对，这边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也非常的，我觉得是很高，就很高昂非常的高昂，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决断，知道自己怎样去判断，所以这个能量这个力量是从内在而发的。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你都是那个气质非常好的人，无论你的长相，你的身高，但是大家对你的评价一直都是气场强大，气质非常的好，不容侵犯的女神或者是男神。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关于你的未来，纯白守护灵有什么话想对你说。我们来看一下OK， 那么关于你的未来，纯白守护灵呢给出的一个牌卡是5号牌大主教的一个逆位。这张牌的能量有很多。首先呢，我看到是其实呢，当下因为我看到了这个 Sophia 的能量出现了，很多朋友在当下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有了这个实力，有了这个自我保护的能力其实你们已经突破了，你们已经蜕变了，你们已经成功了。但是呢，你们的成功不停止于此。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当下你已经很成功了你觉得这就是你的所有，这就是你的全部，那你可能就错了你们曾经在地下和黄泉这个不好的能量当中停留的时间很久，你们所酝酿出来的潜力是无比的，是巨大的。那么你们当前所拥有的这个成就，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个能力，绝非你的全部所有。宇宙在讲关于你的未来，你还有很多的学习要去做，你还有很多的，我觉得是一个很传统，刚才那段不要，还有很多你需要去追寻的精神享受，或者是精神追求，在等待着你去开辟，在等待着你去揭晓。Hierophant 的一个逆位这个是我听到第一个最强烈的信息。
你们有可能在未来会拿到一个更加厉害的，我觉得是一个知识，或者是一个智慧，又或者是一个通过学习才能够明白的道理，或者是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更加厉害的技能，更高级版的一个技能。Hierophant 当前是一个逆位，说明这个能量当前还是一个屏蔽的状态，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遇到它。所以遇到这个能量以后，你们就知道你们还可以更上一层楼。第二个能量也在告诉我，在未来你们的人生当中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精神导师在等着你，而这个精神导师有可能是你会遇到的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天命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导师，你变成别人的领路人。那么第三个能量我这边也看到了，有些朋友呢在当下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突破和改变的力量有什么样子的感觉，你们比较喜欢走传统路线，还是比较喜欢创新？Hierophant 的这个逆位的牌卡呢，让我看到在未来的突破里，可能你可以去稍微的尝试一下非传统的方式有一点非传统的方式，也许你需要做的是不走那条老路，也许你需要做的是开疆辟土，也许你需要去尝试的一个方向是去改变一些你固定的思维或者是固定的模式，让自己能够去拥有更宽广的一个天地，更宽广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更加有兼容性的去接纳更多的人，接纳更多的事的 Hierophant。 最后一个能量呢，其实这边我也有一点感觉这个能量是我在抽到这个牌的时候我听到的信息，它叫走入人群，走入社区。成就这个能量其实分很多很多不同的层级，我们有的时候呢讲成就可能很多我们都在强调着个人的成就，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比方说独立我们可以去突破业力我们可以不被别人阻碍我们可以拥有实力我们可以自强不息这个都是个人的一个能力。但是呢，最后的这张牌 Hierophant， 我抽到这个牌的时候，我听到的一个信息是说，走入社会，走入人群。当你的个人能量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积淀和成长以后，我们要想怎样去拥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好的东西可以去分享给别人，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个技能，把自己的一个曙光，把自己的一个经历，让我觉得是更多的人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又或者是说拯救。因为这张牌宝剑黑暗当中有光明，对吧？黑暗当中有光明，你们是从黑暗当中长起来的，你们已经突破了。那会不会有跟你类似的人，他们当下还在黑暗当中挣扎，他们还在黑暗当中可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光，他们想要去找光，但是看不见。所以我觉得 Hierophant 还有一个能量，就是我刚才听到的，当你自己有所成就以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我也会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有能力因为你们是结界，你们守护黑暗嘛，所以你们也可以去打开一束光，让黑暗当中的一些可能是经历痛苦的，或者是还在挣扎的一些人，可以看到一个光，你就是光嘛，让他们找到一条路，一条光明的路，可以不用在黑暗当中痛苦，可以去朝向光明，或者是跟你一样可以突破这个黑暗的裂缝，走入光明的世界，可以达到一种我们今天所看到你的成就，独立勇敢，对吧？从容稳定，成为别人的光。那么在这样子能量的这个带动之下，可能更多的人会从善，更多的人呢会向往美好，更多的人呢可以去独立，可以快乐的生活，而不是痛苦的挣扎这个是 Hierophant。 所以呢，我们在讲 Hierophant， 它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在讲与这个神灵去连接神灵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它是一个很上的地方。那么神灵就是通过它的一个特殊的神力，把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到更好的地方，让我们都可以接受更多的神性，更多的高频的能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加的具有神性，或者是变得更加通有这个神性，对吧？让我们更加活的不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3D 世界这个维度里去看事情，而是我们可以借神的这个光芒，或者是高频能量的一种庇护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他们维度，他们高角度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从而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加轻松，活得更加的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是 Hierophant。 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就是关于你的未来。我们今天是纯白守护灵给你的讯息，看一下最后关于你的未来。眼泪是眼泪，好，是 tear。
这个眼泪给我看到的呢是感动的泪水啊，是感动的泪水。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吧，在你的未来的能量当中，可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感动啊，在等待着你。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让你感动的人，因为这个是 Hierophant 嘛，也许这个人会让你很感动，会让你很感恩，会让你看到你眼睛当中可能过去看不到的光明和感动啊。这个 Tear 呢，我们看到它有很多黑色的能量啊。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在未来，你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你非常非常难以忘记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既有可能是你的导师，也有可能你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更多的呢是一种精神的引导。OK， 是一个精神的引导。也许这个人他会来帮你，或者是给你带来一种力量，让你非常的感动。居然有人可以这么的善良，居然有人可以那么的理解你，居然有人呢可以去在精神上进一步的去拯救你，或者是进一步的去开导你，让你进一步的去开悟。你可能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还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这个眼泪啊，代表着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经历比较可能有一点跟你类似的人。在黑暗当中挣扎的人，或者是说非常善良，但是呢，他的经历跟遭遇让他承受了很多生命的重量啊。而你呢，在未来可能会承接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精神导师，你会不经意的，就是跟他连结，你会不经意的被他感动，你会不经意的想帮他。而这个眼泪的能量，我看到是两个人的眼泪流在一起，或者是融合在一起。这个眼泪，我觉得它的这种感动的力量是直接净化了一个灵魂啊。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有可能在未来可能会净化一个人的灵魂，净化一个人的心灵，你会成为这个人眼中的金色的光芒，就像太阳一样。也有可能呢，在未来你可能会因为这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感动，看到了灵魂当中那种印记的那种，就是相互很熟悉，好像遇到了曾经的自己一样。所以这个人他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会让你的情绪非常深度的一种，我觉得是触及。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能量啊，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的水，我们看到了其实是一些比方说精神力宝剑的能量，我们看到了一些土，而未来我们看到的是水。OK， 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未来有可能你会经历的这种人生的经历，或者是人生的探寻或者是人生的一个进一步的升华呀，有可能是往水元素方向走，一种感动，一次心动，一次灵魂的触及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眼泪啊。我们在讲珍珠眼泪可以幻化成珍珠，美人鱼的眼泪就是这种相遇一种邂逅，或者是一种就是那种感动了感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当下、未来。我们今天还有一组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建议的能量这个建议的能量呢，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它是针对于过去、当下和未来宇宙给你的不同建议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针对于你的过去，纯白守护灵给出的建议是什么？感恩宇宙。好，再看一下过去，感恩宇宙，针对于你的过去，这个建议是什么？关于过去宇宙给出的建议是玫瑰的一个花刺。这张牌超级漂亮，这张牌跟我们抽到能量真的很像。玫瑰花是有刺的，就如同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过去的经历，它是有刺的。但是呢，它是美丽的，像红玫瑰一样。这个花里的刺是能够让我们流血的，是会让我们痛的。就好比你的过去经历，在这个 underworld 地下承担了很多可能生命的重量，经历了很多痛苦和挣扎。这些刺是红玫瑰的印记，也可以讲它是红玫瑰的标志。我们去讲红玫瑰，除了它的红色和美丽，我们都会记得红玫瑰的刺。这就如同过去的你一样，宇宙在告诉你，过去你的经历可能就像刺一样刺痛着你，或者是你的生命就如同有荆棘一样，让你走得很痛苦。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荆棘，你才知道你是野蛮生长，或者是我们在讲铿锵玫瑰
你就是那个铿锵玫瑰。所以宇宙在讲，请你把过去的一切编织成美丽的皇冠啊！过去的经历是值得你尊重的，值得你骄傲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能量当中长出来一朵红玫瑰的，出淤泥而不染的，不被这个生命的重量所压倒的。所以宇宙在讲，请你把过去的经历把它编织起来，戴在自己的头顶上引以为傲。这是你红玫瑰的印记，这是你红色玫瑰的一个证明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我觉得好美。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针对于过去纯白守护灵给你的建议，不要忘记它，不要否定它，这是你美丽的印记这是你人生我们在讲人生赢家的一个勋章红色玫瑰，铿锵玫瑰，你值得拥有这个皇冠好，第二个能量呢是针对于你的当下，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你的当下，纯白守护灵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针对于你的当下，纯白守护灵希望告诉你花朵对自己真实。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觉其实第一个吧，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跟花的能量很有连结我这边想到是花仙子你们是花仙子。花仙子这个花朵绽放之前，可能要跟着这个植物生长一段时间，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吊人牌的逆位，没有这个粪土没有这个狂风暴雨，没有这个冬季的寒冷，怎么样去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这可能是你们过去人生的一个写照。但是当下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长成了美丽的花朵，你们是当下最美丽的花仙子，或者是花季少年 OK， 或者是也不一定是花季可能有些朋友这个年龄很多，大家这个跨越很大。但是呢，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能是花的精灵你们当下的能量其实是很美的，很香的。你们不要去因为过去的经历，或者是过去的一个，比方说一个不好的东西就觉得自己不好，而是宇宙在告诉你，你已经蜕变了，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野草，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under 就是世界那个土下面我们在讲地下，你不再是那个能量了。宇宙当前呢，希望你能够更加真实的去拥抱这个美丽的自己，你已经变了，你已经可以去做真实的自己了。你可以去比方说追求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你可以更多的去相信你自己的这个香气，你可以更多的去认可自己的美好，去更加自信的勇敢的，我觉得是奔跑在这个美丽的草原这个你的世界，你要去拥抱它，你已经展翅高飞了，你不再是地下了，你不再是这个时间的，我们在讲拉住你你去挣扎，你已经突破了。所以呢，当前呢，宇宙告诉你，你就是花，你就是那个玫瑰花，你不再是那个刺了，你的刺已经长完了，你现在是花朵。你要去勇敢的追寻，比方说被别人呵护，你要去勇敢的追寻被别人欣赏，你要去勇敢的去散发你的美丽，因为你很美很美这个是第二副牌的朋友，花朵。好，那么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是有关于你的未来我们看到是大主教和眼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建议是什么。 OK， 这张牌针对于你的未来，宇宙给出的建议是羽毛。在你去评判之前，请你先想清楚羽毛的能量这张牌呢有一个小小的意思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周围呢有很多的朋友，对吧？大家可以理解我们周围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人，我们也会视很多人为朋友，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朋友都是朋友，朋友跟朋友之间差别很大的。有些朋友呢，他是那种两肋插刀，为你打抱不平。无论是在我们在看到这个地下的能量的时候，还是你当下已经蜕变成了美丽的花朵，又会是之后的这条感人的一个经历无论是什么，可能这个朋友他都会跟随着你，他都会保佑着你，他都会祝福着你。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他只会在你最漂亮的时候围绕着你，在你过去的这个能量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打压你，否定你，或者是提醒你你过去的不美好。宇宙在讲，
那么在你去做选择的时候，选择谁在你的身边，选择谁给你补充你的能量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想清楚。每一个人呢，他的动机，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好坏 OK， 每一个人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心态，他的这个用心是什么，我觉得是需要你自己勇敢的就是判断出来的。勇敢的判断，因为当前是花朵嘛，勇敢的去判断，勇敢的让自己可以去连接，勇敢的让自己去接纳我们所谓这个世界当中的黑白或者是善恶，这个不同的能量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你判断出来以后，可能你等着你的就是决定，等着你的可能是离开，等着你的可能是拒绝，而这些能量可能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习惯于服从里面所不熟悉的能量。所以呢，26号牌出现在这里啊，我会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在你的未来，我们看到了大主教，我们看到了眼泪的能量啊。无论这个人是你遇到他作为你的指导，还是说你遇到他，你是他的指导，宇宙都希望你在未来判断你周围朋友的时候，判断你跟谁连接，判断你为谁流泪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的去，我觉得是甄别，要去做自己的决定，要好好的想清楚，然后呢再做出这个决定。而你做决定的这一步也不能省略，不要逃避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有很多时候它可能是需要你去怎么讲呢？你既要去接纳，同时呢可能有的决定也需要你勇敢的离开。所以我觉得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啊，这个能量羽毛送给未来的自己吧，让你们勇敢的做决定，勇敢的去思考，和你真正所爱的人去连接。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到来自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的话语。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对你是有所帮助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3副牌子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粉色的水晶，它的能量呢是打开你的心，所以粉色水晶呢其实跟我们的心轮的能量连接的非常的紧密。好，那今天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关于你的纯白守护灵当下有什么话要对你说。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个讯息的能量定在3个不同的时间节点，关于你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然后呢我们也会看针对于这3个不同的时间线条那么来自宇宙给你的建议和指引讯息又分别有哪些呢？ OK， 那让我们一起来洗牌，我们来连接一下你纯白守护灵的能量。我们来问一下你的纯白守护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过去。 OK， 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什么想要给你传递什么样子的讯息？感恩宇宙。好哇 OK， 来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纯白守护灵呢针对于你的过去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有关于一颗真心的能量有关于你的心情，有关于你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感受这个是你的一个经历。而这个经历呢不仅仅是外在你所看到的事情，更多的是这个经历给你的心造成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影响今天的这张牌，第1张牌呢是圣杯骑士的一个逆位，第2张牌呢是宝剑3的一个逆位。那么在这个能量里其实我觉得你的纯白守护灵想针对于你的过去告诉你，有一些伤它可能是没有办法我们所谓的完全愈合的。因为每一个人针对于这个自己的一个伤痛都有不同的疗愈的方法。有些人呢可能是重新走回去，让自己勇敢的面对，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选择的是永远埋藏在心里的某一个角落，不去触碰就可以了。因为有些伤，因为针对每一个人的情况有些伤痛它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治愈的，可以这样讲没有办法治愈的，所以只能够说把这个伤害降低到最小，或者是我们往前看，把过去埋藏在过去，对吧？我看到的是你的纯白守护灵在告诉你，过去也许
你爱过一个人，或者是你全身心的希望去给他最好的，但是呢，有一点像是错付的感觉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点像是错付的感觉。还有一个能量呢，我看到就是说，也许还有一部分的朋友，纯白守护灵想说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这边有一些第三组牌的朋友，在过去你不敢去勇敢的打开你的心啊，你选的是心，这个打开心的能量啊，你不敢去打开你的心，你不敢去勇敢，所以你可能错过了一些也许是一些你其实后来想起来有点遗憾的，有一点后悔的。OK， 我看到是这个能量啊，所以说你的纯白守护灵当前呢，针对于你的过去看到了一个可能你心里没有完全放下，没有真正我觉得是疗愈的一个能量啊。那么你的纯白守护灵呢，可能是非常希望你啊，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过去能够进一步的去让它疗愈，或者是让自己的心可以去打开。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你没有抓住什么，没有让它发生，但是呢，这个东西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对吧？在过去，所以你的纯白守护灵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希望你能够放下这件事情，原谅对方，也原谅当时的自己啊，原谅对方，原谅当时的那个人，也原谅当时的那个自己，圣杯骑士，感觉这个心里有一道坎过不去啊，心里有一个坎过不去。那么宝剑3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其实给我的能量，除了有可能别人让你受伤，还有一个能量呢是自己伤自己，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当时做的不对啊，或者是你觉得当时自己不应该怎样啊，或者是应该怎样，但是却没有做啊，有很多的遗憾在这边。宝剑3的一个逆位，所以感觉到有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心啊，非常脆弱的一个心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脆弱点啊，非常敏感。所以你的纯白守护灵当前看到了这个能量，我觉得是很想安慰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希望你们放下吧，或者是希望你们可以真正的走出来啊。我看到这个能量。好，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啊，我们来看一张针对于过去啊，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说。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好 ，The Village 啊，这是一个地点，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啊。这张牌呢，让我看到了起源。让我看到了起源。我觉得当前第三座牌的朋友，你的纯白守护灵针对于你的过去啊，他在告诉你，那不是你的终点，就是你的过去啊。无论是经历的这件事情，还是所谓的那个心里的感觉啊，你的感受，它不是你的未来，它是你的起源，这是你的出发点的 village， 这是一个让你可能非常的难以忘怀的一个点。这是一个让你心里可能一直都会永远记住的一个经历，就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归属感一样啊。这个归属感并不是所谓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地点，也许是一段经历，也许是通过那一段的经历让你看到了其实你是谁啊，其实你心是一个很柔软的人，其实你是一个可能很害怕打开心的人，也许你是一个很怕受伤的人。无论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有多强，或者是你有多勇敢，你有多成功，但是我看到的是这个过去的能量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村庄，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很简单，但是却让你难以忘怀的一个很自然，充满着安全感，充满着回忆的一个地方，在你的能量里，在你的过去式。当前呢，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其实这个村庄你永远都可以回去的，就好像一个家，这个家是一个就是隐喻就像一个家一样，真正的每一个人的家永远都会为你打开这个门，真正的家永远都会欢迎你回去。无论我们走的有多远，无论我们要漂泊到哪里家的能量就是永远可以回去。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在这个过去里面有一个村庄，有一个我觉得是你心灵里的净土，有一个你永远都知道自己属于谁是谁的一个能量在你的心里。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这一寸土地这一片净土，这个所谓的宁静的村庄，它永远都会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守护你，
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愿意，你总是能看到它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抓住一个人，也许我们是成全一个人，也许我们也不是要抓住自己，也许我们是给自己自由去探寻新的可能性啊。这边我看到这种感觉。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现在就来继续连接，我们来看一下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关于你的当下是什么内容啊？关于你的当下。好，感恩宇宙，感恩纯白守护灵。针对于你的当下啊，我觉得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讲的是，你应该放过自己啊，放过自己，不要让自己被，我觉得是过去啊，我觉得是过去，或者是你当下的一些事情所让自己受限，让自己没有办法去追逐你真正想追逐的那一个理想和目标。这个能量宝剑八比较多的是，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你的经历吧，你看到了很多的难呐，或者是你经历了很多的人性的险恶啊，又或者是你看到了很多让你失望的东西啊，你看到了这个难处，你看到了这个路不好走，你看到了荆棘。宝剑八的逆位呢是在讲，也许你当前有一点就是说觉得好像哪一条路都不好选，哪一条路呢也都不好走，每一条路里面所可能有的阻碍和挑战都不一样，但是每一条路好像都没有所谓的那么的容易，都没有所谓的那么的美好。而宝剑八的逆位呢，有一点像是你被这个眼前的迷局给困住了，因为你现在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是一个卡住的状态。宝剑八纯白守护灵呢，其实非常希望你能够勇敢一点啊。这个勇敢呢在于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让你这个静止的状态可以动起来，那么这个动起来就需要你一个决定。很多朋友在当前呢，这个宝剑八的能量告诉我，你停下来了，你的热情没有办法释放，你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清晰的未来，你把自己给捆绑起来了啊，或者是现在的环境有一些能量，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追逐，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奔跑，你没有办法去争取自己真正想要去追寻的这个理想。但是呢，宇宙在讲啊，一切都是境随心转，你现在需要去找到你心中最明亮的、最锋利的那一把宝剑，8个剑，抽出一把宝剑，不要让自己在原地踏步，不要让自己徘徊不决，去找到这个村庄，你心里最原始的那个净土，去询问自己最先开始的起源是哪里，是什么样子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是天真无邪，能够激发出你当前对生命的，我觉得是重新的认识，或者是另外的一种热爱。一定要找到心里的热爱，找到这一片热爱，找到你原来的那个初心，想一想你最初开始，为什么离开这个村庄和净土，你就知道你当前应该怎样做选择。这个解药在哪里？这个绳索的这个结搭怎么样去解？这个钥匙在哪里？这个是宝剑八的逆位。所以今天宝剑八的第二个能量呢，就是什么呀？让自己去走出一条路来。外面的东西呢，可能当前来看的话，可能都不容易。但是宇宙在讲，如果你停下来，那更不好啊！停下来就更不好。而且在这个时间里，如果你停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我觉得宇宙在现在啊，你的纯白守护灵其实是在督促你，第三组牌的朋友啊，督促你选择一条路。这个路不一定说你一定会一条就是看到最美好，而是说你选择一条路，让它先开始。然后呢，你再随着去调整。因为有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看到是，也许有些朋友当前会有一点想的比较多，然后呢，也是可能有一点害怕啊，或者是胆子比较小啊，或者是说不想再受伤了啊，不想再受伤了，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像某些人那个样子啊，很敢冲。但是呢，我觉得宝剑八他在告诉我，其实当前呢并不是退让的时候，反而是一个要去加倍努力的时候，反而是一个要去把自己的这个决心拿出来的时候。不要去想两个可能性，然后呢都一起展开，而是去断自己的后路，勇敢的向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决心，我们需要一点
断后的这个勇气啊，只有把后面的路给斩断了，也许我们才能够更加坚持的去往前走，一条路往前走过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去找到自己的初心，你原本是因什么而开始，你最先开始是为了什么而离开这个村庄。我觉得这些能量能够给第三组牌的朋友一些，我觉得是源泉，就是真正的动力。只有你找到这个我们所谓的为什么里面的为什么啊，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你只有找到为什么里面的那个答案，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督促着你，在我觉得是推动着你不断的向前。 OK， 这个是宝剑八的一个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能量啊，来自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的话，我们看一下。The Venom Yes， 这个呢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刚才看到当前的能量里呢，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八的逆位嘛，那么纯白守护灵看到的是有毒的獠牙，有毒有毒。所以说当前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是有毒的能量，它在侵蚀着你的思想，也许是一个有这种我们所谓的什么叫毒液毒液可能会让你中毒，变得腿软，会让你没有动力，会让你沉沦，让你忘记了你的初心，忘记了为什么当初选择离开，对吧？那么这个毒液它还带有獠牙，说明可能这个人呢，或者是这件事情呢，真正的深深的伤害到了你真正的深深的伤害到了你。那么这个伤害既然你中毒了，那么你不要让这个毒继续的去侵染你的身体，不要让这个毒继续侵染你的思想。相对应的，你要去解救自己，寻找解药，让这个我们所谓的解药去帮助自己排毒。所以当前的能量里我觉得纯白守护灵看到了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生活里有一些事情真的是像毒液一般的在让你非常的痛苦，让你非常的难熬，让你非常的想挣脱，但是它这个毒性又很强，也许是一个依赖，也许是一个上瘾，是一个瘾头，也许是你思想当中的一个所谓的不能够觉得不能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没有一个什么人，不能没有一个什么事情，但事实上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宇宙在这个地方毒一定要去为自己解毒。好，我们把这个先放一边，等会儿我可能还要回来再为大家多看一下这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我们把它全部抽完我们来整体看。好，未来呢，我们的第一张牌是权杖八，我们来看一张牌吊人的逆位。因为我这边觉得第三组牌的你们的这个能量圣杯六的逆位。好 ，OK，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觉得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更多的指引来看一下。在未来，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权杖八。第一张牌呢，我觉得是来自守护灵给你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万事不能急躁。也许当前有些朋友你已经发现了你身边的毒液，你已经发现了你周围有毒的朋友，或者是有这个有毒的事情它在伤害着你，它在慢慢的用毒液，就是让你中毒，所以你就不能够再比方说成为他的对手，或者是这个人在慢慢的侵蚀你的精神，你的思想，让你没有办法去独立，而是依赖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有意识了这个毒性还挺大的，然后你们很想去改变。 OK， 那么未来呢，首先第一个能量就是这个变化，只要你心里愿意，只要你想救自己，只要你想戒掉这个毒的话，那么宇宙一定会帮你。在帮你的这条路上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你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方法，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权杖八，它的能量是很宽广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很宽广的。可能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他们有各种方法去给你做参考，让你去选择一个你觉得最好的，你最适用的一种方法去来帮助自己。第二个能量呢，你的纯白守护灵告诉你千万不要急。权杖八的逆位，对于有些朋友来讲，也许你生活里的这个毒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东西呢有一点根深蒂固，如果你拔得太激烈的话，也许你会不仅没有把毒给拔除掉，反而伤了自己。所以呢，想要真正的清理这个毒，你需要慢慢的连根拔起，深入的去找到这个毒根，深深的去找到究竟是哪个地方让自己受到了伤害，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我觉得是
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所以你需要去勇敢的看向它，面对它，处理它。那么这里需要你很多的耐心，需要你的未雨绸缪，需要你的一个计划，需要你的一个策略。权杖八。第二张牌呢，我们看到这里啊，有一个吊人牌的逆位。这张牌呢，我觉得是一个所谓的觉醒之牌啊，觉醒之牌。其实这个吊人能量非常像魔法师啊，在变这个魔法。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也许你们在一个停止的状态里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们停在这个地方，你们没有办法动弹，你们没有办法让自己自由，你们没有办法去追逐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们受限于人，受限于环境，受限于一个事情。吊人牌呢，在告诉我，在你的未来，你的能量是非常具有这种收敛能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也许在未来你动的能量它还是不是很明显，因为权杖八是一个逆码，它说明在慢慢的改变。可是呢，你的变化它是一天一天的积淀，一天一天的积攒，它不会让你的对手，也不会让你的这个有毒的这个獠牙发现你在慢慢的疗愈自己，它不会发现你在慢慢的抽离，而是你静静的在施展着你的魔法。你看吊人牌，你在静静的吸收日月的精华，你在慢慢的去总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在慢慢的去深入找到自己的这个病根。那么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圣杯六。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你过去这张牌在告诉我，你过去的这个村庄，你过去的这个圣杯骑士，你过去的这个宝剑三，要在未来得到真正的一种释放。第三组牌的朋友，这边给我非常强的一种像是一个囚锁和牢笼啊，把你限制住了。我们今天的牌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今天塔罗牌抽了6张牌全是逆位的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真的受限了，你们的潜力也受限了，你们的真正的力量完全是没有被释放出来的。而这里过去式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圣杯六啊，村庄毒牙，当前这个毒牙的能量还在你的生命里，还在你的生活里，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看到是未来嘛，你会最后的一次跟你的过去做一次和解，这才是真正的疗愈。疗愈并不是把过去忘记，也不是把过去抹掉，真正的疗愈是和过去和解。那么圣杯六出现了 OK， 圣杯六出现了，这边呢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在未来会遇见一个人，有可能呢在未来，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旧人。如果你过去曾经可能对一个人你觉得非常的难以忘怀，又或者是你觉得对不起他，或者是他对不起你啊，无论是怎么回事啊，圣杯六的逆位都在告诉我会有一次连结。这个连接不会很长，也不会很深，但是这一次的连接有点像是有点像回光返照那个感觉。那大家就是连接一下，把过去可能一直想说的话没说的话说清楚，把过去的一个怨结把它解开，把过去你心里一直纠缠纠结的一个东西彻底的放下，放过自己，释放掉这个回忆，永远都不用再回到过去的那个牢笼和枷锁里。而我看到是一种，你看啊，这个情感终于被放飞出来了，这个情绪啊终于被释放出来了。圣杯骑士的逆位在你的过去，那种情感那种情绪是没有真正释放掉的。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除了我们的物质就是我们的精神，那么在精神里最我觉得是折磨一个人的，或者是最让人没有办法去释放的，就是情感。情感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好像我们去说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情感这个东西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体会。当你的情感郁结，当你的情绪不能够得到释怀的时候，我们是会生病的。我们现在的人呢，看的是这个身体发现问题，但是很多时候身体的问题来自于心理。所以当前的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也要好好的因为这个 Villain 的能量它也有可能就是在指你的身体健康。那么这个身体健康里的这个毒，它不是真正身体上的问题，它是你精神和情感上的问题。所以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的未来，其实我会觉得有很强的一股力量会帮你去疗愈，帮你去拔掉这个毒，帮你去排这个毒。而圣杯六的逆位在告诉我，这个解药在过去，
过去的一件事，过去的一个人，过去的一个经历，你需要真正的跟他和解，你需要真正的去释怀，或者是你让自己回去。也许你最先开始所谓的那个 village 那个村庄才是你心中的所爱。OK， 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走远了走偏了，如果你把它视为你的家，我们这边是一个隐喻啊，如果你把这个能量视为你的家，你要相信真正的家永远都会为你打开这个大门，它是欢迎你回去的，只要你愿意。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回家其实是因为我们倔强，我们不愿意认输，我们害怕丢脸，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家人，真正的家，他永远都会接纳，无论你是什么样子，他都会接纳你。所以如果有些朋友你觉得你选错了，你觉得你错了，最好的方法不是去越错越远，而是承认错误，选择回去。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我连接到当下，我是这种感应我是这种感应。好，那我们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你的未来，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是什么呢？Sustainer 这张牌呢，就是坚持下去这是一个能够去坚持的人，一个能够去稳固的一个人。有时候在讲你的生活里的一些事情第三组牌的朋友，现在放弃太早了。可能有些朋友现在都已经坚持不了了宝剑8想放弃想破罐子破摔，想随波逐流，想放弃自我，想放弃梦想，想放弃所有的一切不想再去有任何的想法了。宇宙说你的纯白守护灵吧，想告诉你你可以去让自己的生活稳固起来，从当前开始，从当下开始就去改变，不要让这个毒再去侵染自己，不要让这个獠牙继续的去吸食你的健康，你的健康问题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情感的健康，你要重视起来。现在不是太晚了，而是现在的时间刚刚好，你可以救自己，你可以去维系自己的一个当前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无所谓，我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会觉得你的纯白守护灵在告诉你，不能再往下了，不能再继续了，不能再让这个毒牙再去或者是这个毒液再去伤害你了第三组牌的朋友，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宇宙说，其实在未来你一定要去保护好自己，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给自己生活一个热爱，一个目标，一个理想，让自己重新回到你原始的那个好的感觉里去。 Sustainer 从一点点的小事开始，你看这个手就转了那个泥土嘛，对不对？我们在讲这个土就是我们房子最需要的那个泥土，它可以盖一个房子，但是呢都是从最先开始最小的那个泥球开始握起的。你是你生活的主宰。第三组牌的朋友，从最小的一件事情，你能做的这件事情开始，也许只是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么多不好的东西，也许只是让自己能够去从当前的这一个，可能你觉得当前的生活已经很废了，那就从现在这个废的地方开始改。你能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做这个清洁，整理你当前已有的东西，去看向自己生活里的好，值得你感恩的东西。只要你的念头转变，只要你从当下的这一秒开始去建造重塑的话，那么未来一定是稳固的、安全的、美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很想对你说，还有你的纯白守护灵他最想对你讲的一句话是不要放弃。现在放弃不行的太早了。而且现在呢，我觉得是一个维修的时候，是维修，是让自己，我觉得是保持住当前的状态，并且逆流向前而不是让这个毒液，或者是让这个不好的能量再侵蚀你，再让你更痛苦。已经够痛苦了，我们不可以再伤害自己了。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毒液，我们要把它拔出来。虽然说这个能量里这个 Hangman 吊人的能量它可能不会让你一下子跳脱这种痛苦，这个毒已经很深了，不可能让你一下跳脱。但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知道吗？量变到质变，你就是要蓄积你的能量，你就是要等着那个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刻，让他发现他再也不能毒害你了，
你已经自救了，你已经能够回到你最初原来的那个状态去了。所以既然他毒了你那么久，这一次你就要为自己活，你就要救自己，你就不能让他小瞧了，不要让他觉得你好像可以随便的欺负，你一定要救自己，你一定要坚持住，挺住，不要放弃。你的续集力量，这种默默的静静的续集力量的这个能力啊，宇宙会在未来助你。你看这边啊，我就觉得有一点像是，你看吸食日月的精华啊，无限的能量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根系越来越繁茂，从大地，从月亮，从太阳吸取你需要的力量，然后是显化你真正想要去显化的这个东西，是除毒，是根除这个人给你的影响，是根除这个不好的习惯，是清除掉这个毒瘾啊。当然这个毒瘾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毒瘾，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或者是一个害你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你可以做到。你看掉人牌，这个就非常有魔法师的那个能量啊，一定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不要想着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无解，这个问题有解，这个问题可以被你解决，你只需要去相信它，从当前的一点一点的事情开始做起。那么时间久了，天时地利人和，宇宙会和你一起，把你的基础，把你的稳固，把你的安全无疑，把你的健康全部都带回来给你。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建议啊，我们来看一下建议。首先呢，我们针对于过去看一下啊。好，第3组牌的朋友，针对于过去啊，宇宙的建议是什么呢？ Evil Queen， 我的天哪，这个是恶毒的皇后啊。宇宙说，针对于你的过去，你所经历的东西啊，宇宙告诉你啊，你值得拥有的是蜜糖，而不是粗糙的盐巴。这个毒皇后是这样子的啊，她可能会在精神上侵略你，她会告诉你，给你洗脑，你不值得好的东西，你不配好的东西，对吧？给你这个不好的东西，就算是你怎么讲，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看不起人，非常非常就是打击我们的信心的一种感觉。这个有毒的皇后啊，在过去能量当中，宇宙在告诉你，宇宙给你的建议，你的纯白守护灵在告诉你，你过去所知道的这个信息，别人给你的这个信息，别人给你这个洗脑是错的，是错的。第3组牌的朋友，你值得拥有的是糖，你值得拥有的是美，你值得拥有的是好，是幸福，不是痛苦。生活绝不是痛苦不是痛苦。也许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阻碍，但是这不是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拥抱美好，是相信美好，是相信人性的善良。在过去遇到过了这个不好的人，不好的经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 Evil Queen 宇宙在这里告诉你，你的纯白守护灵就是你要去改写这个想法，改写你的思想。这张牌好，放在这里。天哪，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抽到这个能量，我觉得非常的跟我想象的不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当下。当下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建议是暴风雨。他说当下你所经历的每一个飓风最后都会结束。这张牌也说的非常的好也许当下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仍然可能生活里时常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经历像飓风一样的改变，有人在拍打着你，在摔打着你，在生活当中在磨砺着你。那么宇宙告诉你，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飓风之后是美丽的太阳和彩虹，飓风之后是空气清晰无比。这场雨它过去，它会过去，它一定会过去。所以我觉得当前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的是，你要相信风雨过后是彩虹，风雨不会永远常在，风雨一定会过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勇敢面对这个暴风雨的一种勇气，把皇冠戴在自己的头顶，相信你才是生活的主人。一场飓风，一场暴风雨来了又怎样？雨过就是天晴，我仍然是我生活的主人，我仍然相信的是光明，我仍旧会去创造我的理想生活。这个就是暴风雨的精神。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实在那个就是澳大利亚经常会有暴风雨啊，那么有些家庭呢也会在这个飓风暴风雨之后啊，就属于那种房子啊都吹烂了呀，然后呢那个家全部都被毁掉，但是澳洲人永远都不会，我觉得是很多人啊真的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家园，他们会选择重建，而且他们居然还会在暴风雨之后坦然的面对，尽管知道可能这个地方经常有暴风雨，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那里，因为那个地方有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可能有他们的农庄，可能有他们的家园，可能有他们的朋友，他们选择不离开不走，那么他们会想办法去解决，比方说把房子架高一点，对吧？可能是这个用不一样的材料。那么人我们在讲人，只要你的精神在，你相信你可以，你就一定可以。所以说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当前你的纯白守护灵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啊，你就是你生活的主宰，不要忘记你头顶的那顶皇冠。好，那么最后的一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你的未来，你的纯白守护灵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最后的一个能量呢，讲的是归家。这张牌呢讲的是其实呢，针对于你的未来，纯白守护灵想告诉你，你即将拥有新的启程。第3组牌的朋友，你即将拥有的是新的启程。那么在迎来你人生新的启程的之前，宇宙说，请你给自己一个约会，不需要别人去请你约自己，让自己去休息，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可以去排毒，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吸收天地的灵气，给自己买一杯最喜欢的饮料，给自己看一看你心里一直都想看的那道风景线，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假期，给自己买上那条最爱的裙子，给自己编洗你最爱的头发，戴上你最喜欢的耳环，去看或者是去听最美好的音乐。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讲爱自己的一个表现，也是爱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同时它也在开启你人生新旅程的一个节点。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下一站美好，如你最初所见到的这个场景一样的话 OK， 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请你在给未来打开这个能量之前，让自己归家，或者是在讲你未来就有归家的能量，不是说创造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未来，而是回到你原先最初的美好。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你想一想，在你的未来里，你还记得你原初就是最先开始的美好是什么样子吗？你还记得你最先开始你离开家，你想追寻的那个自己是什么样子吗？你还记得没有这个毒瘤，没有这个毒液之前，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么你的未来就是那个美好的样子，你可以回去。宇宙说他会助你重塑你的美好，重塑你的幸福。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所连接关于你纯白守护灵当下想对你说，过去、当下还有未来。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祝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幸福。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